苹果最近把 iPhone 的系统升级到了 16.3， 然后 HomePod 的系统也升级到了 16.3。那升级之后就可以使用它在发布 HomePod 的时候说的这个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了。HomePod mini 本来就是有这个传感器硬件的，只是这次软件放开了这个功能而已。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 HomePod mini 显示的客厅的温度和湿度。温度是23到23.5，然后湿度是51%。那它的这个准确性还有待考究，但是我昨天在开了空调之后，它确实温度是有显示的下来了一点，所以还是至少能够检测到温度的变化吧。那今天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在市场上存在的这两款 HomePod 产品，也就是 HomePod mini 和第二代的 HomePod。该怎么选择？那在视频当中我会列出他们比较关键的一些区别，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自己更加倾向于选择哪一个。那首先他们最大的区别当然是在设计上了。HomePod mini 就是一个紧凑的看着像一个球形的设计，那 HomePod 更多的是一个药丸的形状。HomePod mini 高度只有 84.3 毫米，然后直径是 97.9 毫米，比全尺寸的第二代 HomePod 要小很多。那后者的高度是168毫米，直径达到了142毫米。不过这两款产品相同的地方就是它们还都用电源线，如果是一个无线的，那该多好看，也就是它们完全不具备便携性。那另外新一代 HomePod 就只有白色和黑色两个选择，而 HomePod mini 苹果是在初期之后又给它更新了多彩的颜色选择，所以它们现在是有白、灰、橙、黄、蓝色这么多不同的选择。那如果你在考虑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它对于整个家装的装饰效果，那可能颜色是一个你会想要纳入其中的一个考虑点了。那在音频硬件上，也就是它的音效上， HomePod 尽管在体积上要比 mini 更大，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给了它更多的空间来容纳一些额外的音频硬件，从而获得更加饱满和丰富的声音效果。当然啦， HomePod mini 其实仍然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音频效果。只不过和 HomePod 相比，那它的音效可能就会黯然失色了。然后在内部的处理器方面，那这一代 HomePod 使用的是和 Apple Watch S7 上一样的 S7 芯片，而 HomePod mini 呢，则是使用的和 Apple Watch 5代一样的 S5 芯片。听起来好像差了2代，但其实在选择 HomePod 这样一款产品的时候，芯片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一方面 S5 虽然比较老，但是 S7 和它相比其实只是略微进步了一点点，因为 S7 和 S6 在芯片的运算性能上是一样的，那就相对于 S5 来说其实就只是更新了一代。所以在处理一些本地任务的时候， S7 芯片的表现可能会比 S5 略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差别还没有大到会成为一个让人考虑的关键因素。那 HomePod 系列一个比较关键的功能就是它可以2台设备一起组成一个立体声。不过尽管 HomePod 和 HomePod mini 都支持这个组成立体声的功能，但是请注意它们并不能混合搭配。然后在空间音频这个功能上，是只有全尺寸的 HomePod 支持带有杜比的空间音频，所以如果你会用这套音响设备听很多杜比全景声的音频或者看很多视频，那么全尺寸的 HomePod 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了。讲了这么多，其实可以看出来 HomePod 和 HomePod mini 其实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产品。HomePod 可以说是一款更加全面的，然后相对高端的扬声器，它更加注重的是在音质方面的表现。而 HomePod mini 相对来说的优点就是它更加容易获得，考虑它的价格因素。所以 HomePod mini 可能更适合用在厨房、走廊、卫生间这种你需要一个音频设备的，但是价格又不需要太高的这种地方。而 HomePod 呢，就更适合用在会经常使用音频，而且更注重音频质量的地方，比如说主卧或者说客厅这些地方。那购买全尺寸 HomePod 的原因当然是为了它更好的音频保真度，只不过价格上一台 HomePod 可能是差不多3台 HomePod mini 的价格了。如果你的预算有限，那么 HomePod mini 是一个更加值得又更加划算的选择。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也记得点赞、订阅、转发，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